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樱桃跟塔罗占卜频道。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啊，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这一次的占卜主题啊，是想要一起来看一下，你将会得到什么样的重生呢？那也就是说，在你的灵魂暗夜之后，你会迎来一个什么样的新的生命、新的开始呢？好，那这一次的占卜啊，也是3个选项，那让我们一张一张的来看哈。这边是我们的选项1。接着是我们的选项2，选项3。好，那这边是我们的3个选项，那大家按照自己的第一直觉选择好之后，我们的占卜就要开始咯。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哦，选择到第1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1组的你呀，在灵魂暗夜之后，你将会迎来什么样的重生，迎来什么样的新的开始呢？好，首先呢，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那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哈，它直接想要来表达的意思是在讲说，你将会是一个感知性全开的一个状态。选择到这一张牌卡的你啊，我有看到几点哈比较重要的，我们一点一点的来说。首先我会看到的是，你会突然有一种开悟的感觉。又或者是说哈，在你的人生前面经历到了很多的事情，很多的一些事件，在这一些事件里面，然后突然在某一个时间点，你好像可以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联起来，然后你开始知道说这件事情发生的原因，好，为什么会得到一个这样子的结果，然后事情是怎么样子整理过来的，你会突然一下就看明白了，看通透了。看清楚了，好，那这个就是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就是感知大开的一个状况。那另外的一个部分的话，我们看到的也是在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沟通的时间点。那这边所谓的沟通的时间点，其实更加像是你和自己沟通的一个时间点。那有点像是在想说，之前的这一个状态哈，可能会有一点混乱。因为在一个寻找的过程，然后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感知上面来说的话，也不是有一个，就是还没有一个很明确的感知，然后还没有一个很明白说自己啊想要去的一个方向啊，又或者是说自己啊对于未来的一些期待之类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它会出现一个很大的改变，是一个巨大的改变。你开始会学会更好的，我们这边必须要讲哈，是更好的与自己沟通。你开始更加的知道要如何跟自己的高我产生一个连接，所以它会是从精神层面、感知层面更上一层楼，然后感知层面上面来讲的话，更加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在这样子一个感知全开的状态下面，最明显的是，你会开始知道如何举一反三。比方说这个事情的发生，然后它为什么会发生，然后它发生了之后可能会有什么样的后果，然后接着你再看其他的一些相关的事件，你似乎可以找到其中的规律，然后你似乎可以找到其中的一些法则。那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改变了，然后你改变了看事情的一个角度，或者是说你会有更多元的角度来看待同样的事情，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面，那你也会更加知道自己想要去往什么样的方向，或者是你会更加的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应该是这么样子来说。你甚至可能会有一种感觉，会觉得所有的一切似乎都是安排好的，不是说你要去往什么样的方向，而是什么样的方向正在朝你招手啊，应该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一边呢，这一张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
接下来让我们抽取更多的牌卡。首先的是这一张，这一张的出现在这一边哈，我会看到的是说，你会进入到一个很豁达的状态。也换句话来讲哈，就像我们前面所看到的，你开悟了，你所有的事情突然的看明白、看清楚了之后，你就突然的是脱离了烦恼哈，或者是说苦恼的那个行列。你开始会知道的是说，哦，原来这些事情它发生是必然的，然后这些事情我是不需要去烦恼的，我是不需要去想这么多的，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哈，在我这边看起来，它也有点像是自我进化的一个感觉，因为在过往的时间里面呢，你可能会很多的事情，你不一定是自觉的，不一定是有意识的，但是你就是会承担起来，你就会往自己身上背，然后你就会觉得说，这件事情如果我不去做的话，好像会麻烦到别人之类的。但是你现在的状态反而是一身轻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你可以想象一下哈，我这边讲起来都有点小小的激动哈，因为在之前的这种状态里面的时候，你会觉得所有的事情好像都是你的责任，就算是你觉得好像不应该你去负责的事情，但是在当下你都还是会有种感觉说啊，我还是帮帮忙吧，帮帮别人的忙，把它做了吧之类的，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然后当你开悟了之后，当你跟自我连接了之后，你会开始发现有些事情，我这边讲的比较直白一点哈，如果真的是要做起来的话，它就是在浪费你的时间，浪费你的精力，而且甚至有一些状况真的是吃力不讨好，对不对？你要是去做去完成，可能人家也不一定会来感谢你，然后你又会觉得说我又付出了这么多，到了最后好像又没有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回报，连一声谢谢好像都没有得到，那的确内心会产生一些沮丧的情绪啊，或者是有一些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子的一些心情。那这张牌卡哈，这两边的结合就真的会让我看到是因为你的心态改变了，所以你变得更加的轻松，因为你就是内在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看事情的角度不一样了，所以你会更加的知道自己所追求的是什么，有什么样的事情，有什么样的事件是可以让你更加快乐的。接下来这一张的牌卡哈，我会把它理解成伴侣的意思。第一个我会理解成伴侣的意思，虽然说这张牌卡我们出现的是 wife 啊，是妻子的意思，但不一定就是性别上面的妻子，它有可能就是陪伴在你身边的伴侣，然后是那一个照顾你的人，然后是那一个帮你去整理身边的事物的人哈，他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意思在。我们换句话来讲，她不一定是女性，但是她可能扮演着妻子的角色，又或者是我们能想象到的女性的这样子的角色，然后她会是一个滋养的角色，照顾你的角色。无论说性别是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性别，这个人他的关心可能都要比你对他的关心要多，他对你的照顾也会稍微的更加细心一点，更加体贴一点。那不是说你不体贴不细心，而是相对比之下，这个人他更加像是一个养育人、滋养人的一个角色。那这边的话，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有伴侣。你会得到这一个伴侣的支持，你会得到这一个伴侣的滋养，你会通过这样子的一段关系来让你更加的获取到幸福。换句话来讲，我会认为你现在开始有一点感悟，我觉得不是对于感情，而是对于什么叫做幸福的意义。你现在反而是有点返璞归真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会开始像我们所说的，当人开始开悟了之后，当人开始变得更加的清醒吧，又或者是说更加的清澈之后，反而是会追寻最简单的，又或者是说最本质的幸福。我觉得这个就是你目前的一个状态，然后这个也是目前你所追求的。我们前面还在讲哈，
这一张牌卡的出现其他加上前面的，会真的让我看到的是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的是你的感知打开了，然后你的状态改变了，然后你整个人开始追求简单的幸福了。我觉得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它其实也在讲说你更加容易发现你身边的幸福，你身边的那一些真正爱你的人，然后那个真正关心你的人，你也会有更加明确的一些想法。那比方说你可能之前这个状态会有点像是身边也是会有爱你的人，身边也是会有照顾你的人，但是你在一个比较自身来讲啦，比较混乱的一个状态下面，然后感知性的这个部分啦，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也不是那么的强，然后也不是那么的就是跟高我的连结也不是那么的强，跟自我的对话也不是这么的强。那所以在你的身边会有这一些爱你的人、照顾你的人、支持你的人，你可能看不到，就是你没有办法去分辨说哪一个爱才是最真切的爱，然后哪一份爱才是最服务于你的爱，才是属于你的爱。它其实一直都是在身边的，你也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一个来自于伴侣的支持，然后一个来自于身边人对于你的爱的关心，然后得到一个重生。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在之前的这个情境里面呢，你或许想要去尝试，比方说如果说你要去尝试寻找感情、寻找爱情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是困难的，然后你可能觉得是没有办法的，甚至可能不知道要如何的去进行分辨的。然后当你的感知打开之后，当你所有的感觉还有你跟自我沟通的这个方式打开之后，把所有的事情都串联在一起，放下那些不服务于你的人事物，还享受当下的时候，你反而看到了身边的那一些对你的关心，然后身边对你的爱，然后身边那一些真正的想要来支援你的人。我觉得会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过程吧。那所以我们这边其实看到的像是一个本身看的是一个很多迷雾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雾渐渐的散去，然后事情的本质浮现出来。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接下来你看这一张，这一章就是在讲你将会得到的是一个十分忠诚的伴侣，发自内心爱你的人，真挚的爱着你的人，全心全意为你付出的人。我们这边来看的话，我会把它再广泛一点，对于爱的这个定义，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通过伴侣的方式，就是我觉得这个人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说的，他可能真的不是一个旧人，他可能一直在你的身边，就默默的在关心你，但是呢，他的这种状况会有点像是他看到你很忙，然后他看到你总是有很多烦心的事情要去处理的事情，然后他也感觉到你好像不是那么的在意他，或者是说他也觉得说你对他是不是没有感觉，所以这个人他也真的不太会主动的来跟你接触，但是他有默默的在关心你，然后默默的想要来照顾你。那你的这个状态就有点像是你之前看不到，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有其他的事情分散了你的注意力，然后你也没有办法幸福的活在当下，关注当下身边的一些小确幸的事情。然后当你开悟了之后，当你开始感知力开始打开之后，那你就开始变得说，你是可以发现这一个关心你的人，这一个爱你的人，然后你会开始有一种感悟说，原来这个就是爱的本质，原来这一个爱让我这么的感动，原来这样子的一份爱是我想要去追求的，是我很向往的。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样的一份爱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份相处，它也会为你带来心灵上面的满足，然后心灵上面的一个幸福的感觉。那我们换句话讲，它也可以说是你找到了人生的知己，它不一定是爱情，不一定是感情，它有可能是朋友，有可能是志同道合的人，然后有可能是跟你一样也是开悟的人，然后大家在一起畅聊人生，让你觉得很幸福很满足。因为无论说从一个什么样的角度来看，我们可以看到的都是在讲说这一份爱
这一份友情，这一份爱情，好，是很真挚的，是很真诚的，甚至让人心生感动的美好，也是通过了这样，就是你本身是一个开悟的状态，活在当下，然后遇到了一个属于你的伴侣，或者是说属于你的友情，然后让你又再一次的有一种活过来的感觉，让你又再一次的有一种好像世界全新的打开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张牌卡哈，我会认为有点像是你之前，是不是很像我们在讲之前的一个状态？之前的状态是被套上枷锁的一个状态。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有的时候是你自己没有办法去，好像没有办法去突破重围，没有办法从这个情境里面走出来。我们这边来一个比喻哈，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一个部分，你还记得吗？就是在讲说，在你感知打开之前，你会觉得很多的事情是你要去做的，或者是那个就是你的责任，这个是你去背负的，或者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你会觉得说算了，我来帮帮你吧，然后你就帮人家做完了。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其实你回来想一想，它会让你有一种好像很煎熬，但是它这个煎熬主要是来自于内心的。我们看到这一边，让我有个十分强烈的感觉，就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将会体验到的这种重生，它是发自内在的，是会内心的一种解脱，内心的一种挣脱，内心的一种幸福满足，还有丰盛的感觉。这所有的一切是在你的内在发生的。就像我们所说的，本来是一个被迷雾笼罩的环境，然后雾渐渐散开，所有的事情变得更加的清澈。我觉得内在的一个提升，或者是说内在的感知性打开，会是最最重要的。因为你只有内在出现了改变，你才可以开始主动的改变你的外在环境。如果说你的内在是被困住的这种状态的话，你即使想要挣脱你的外在环境，你都会觉得自己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你都会觉得说这件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那我们看到这边的话，我们会有个很明确的感觉，就是你的这个枷锁会被你自己所挣脱，然后你会开始问问你自己，因为我们看这张牌卡，你有看到这个人吗？他真的是一个很苦恼的一个状态，然后他真的会是一个很在沉思的状态，这种状态会有点像是在讲我为什么会在这个环境里面，我为什么会是被困住的，为什么这所有的一切会发生在我的身上，然后我要怎么样子从这个环境里面走出来，挣脱出来，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那我们这边的牌卡的出现，我觉得它就给到一个很明确的指示，你只要是内在改变，你活在当下，你去感知，然后你去尝试的跟自己对话，然后尝试的让自己从一些你已经背负的责任里面走出来，挣脱出来，那么你的痛苦就会减少，你的这一种难过，这种悲伤就会减少，你内心的负担就会减少，那你就可以更好的来迎接接下来的爱，即将要发生在你面前的爱。你看，我们刚刚还在说的是什么？你看这边是3个人，对不对？然后这边的这张牌卡也是3个人。我们这边要看到的，真的是你接下来会有很多合作的机会，然后你会有很多走入到公众的机会，然后你会去到一些超多人的场合，然后它有可能是一些集会，然后有可能会是一些合作的场合。那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会看到的是，接下来你会有很多的新的人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我觉得这一个部分很大的一个原因，也是因为你把你自己打开了，然后你把你自己内在打开又好，感知性打开又好，你是一个开放的状态。大家可以感知到，这种感觉很奇妙哈！你不需要告诉别人说，我现在感觉可以比较外向一点咯，我现在觉得我是一个交际的最好的时间点，你不会需要去告诉任何人关于这方面的资讯，因为你本身的整个气场，你本身的整个能量场，它就已经帮你去叙述着你的故事。你身边的人也会感知得到，他们会觉得说，
这个时间段的你是他们很想要跟你交朋友的，很想要跟你相处的，很想要跟你分享的。然后这个时间段的你，当他们跟你相处的时候，他们觉得很幸福，然后觉得很快乐。也有可能是因为在近期你开始有一点感觉，你可能开始有一些邀约，有可能是朋友的邀约，带你去一些场合认识他的朋友，又或者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反正是一些公众的、多人的、很多人的场合，你是有机会在这些场合里面出现的。那也有可能就是在这些场合里面，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遇到了爱，你找到了爱，然后你更加确定了爱，甚至你发现了爱。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场合里面，你找到了你的爱情，你找到了你的友情，然后找到了真诚的对你的人，真心对你的人，然后让你觉得幸福的人，让你觉得快乐的人，就是这所有的一切，就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个新的开始。但是第一步就是感知性打开，把自己的心房打开，大家进来，好，然后你至少你不去拒绝，好，你愿意去做一个尝试，然后也愿意让自己改变目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然后让自己可以更加的融入到爱的这个环境里面，我觉得会是一个超级超级棒的重生与开始。接下来让我们继续。首先这一章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妥协。这一张牌卡在这一边出现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前面所说的这一张和这一张都是3个人出现了牌面，合作的关系。在合作的关系里面，我们需要做的是妥协，对不对？没有办法所有的事情都完全的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进行，然后不可能真的完全按照自己的思维去把这件事情做出来。那如果是合作的关系的话，我们必须要学会如何的去妥协，然后如何的去商量，而且这一个商量和妥协是十分的有技巧的。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吗？你在之前的状态下面来讲的话，我会认为你会知道怎么样子去妥协。那在这样的情境，我可能说话会比较直接一点。我会认为在过往的一些时间里面，都是你去让步，你认为是妥协，但其实我们再回看这个关系的话，更加像是你让出了你的席位给对方，又或者是说你去帮对方做一些事情，你去妥协，然后你去让步，然后对方他就是保持他的状态，然后在当下的话，你可能觉得无所谓，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就这样吧，对吧？对方也不是真的想要占我便宜，或者是干嘛的，那我们就是大家都各说少一句，对不对？那这件事情就过去就好了。你可能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情，但是慢慢的，当你感知打开之后，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当你开始跟自己沟通，然后看到了自己的价值，然后跟高我沟通，与高我之间产生了这个连接，得到了指引。那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这一个妥协或者是让步，它的意义就不一样了。这个妥协和让步的意义就是来自于说如何的找到一个平衡点，你和对方之间的平衡点。只有找到了这个平衡点之后，才可以把这个种子种下去，变成了你们共同去建造出来得出来的成果。然后你们共同去扶持的这一个大树，去滋养的这个大树，就不是说你不断的去经营，到了最后成果一起分，不是这样的状态，而是说大家一起去经营，到了最后成果我们再一起共享，更加像是这样的感觉。所以你有看到吗？它其实是一个 concept， 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同样的都是妥协，都是退让的一个意思，但是得出来的成果，甚至说中间的整个步骤其实是完全不一样的。接下来你看这一张牌卡的出现会让我所看到的是，你不要太过于着急，
这边想要说的是什么呢？我觉得这个很有趣哈，他会想要说的是，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应该是一个被动接受的状态。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说换句话来讲吧，它是一个等待邀请的状态。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会出现到很多的公众的场合，对不对？然后你会去寻找。发现应该这么样子来讲，发现那一个服务于你的人，那一个适合你的伴侣，然后应该在你身边陪伴的人，你会发现他，但是呢，并不是去寻找他，对，应该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也就是说，当你就是你有很多出席公众的机会，而这一些机会都是你受到的邀请，不是你主动的去争取到的。OK，我觉得这一点会是十分重要的，而且在整个过程之中，你需要小心谨慎，然后你需要去排除，然后你需要去过滤。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哈？因为我真的会觉得说，接下来你会开始突然间涌入很多的机遇，突然间开始涌入很多的一些机会，很多的人向你邀请。好，发出邀请函，然后希望，我觉得这种感觉会有点像是希望认识你，希望跟你合作，然后希望说，诶，我们两个人之间是否可以擦出火花？这个火花可以是共同，就是各种各样的意义的，有可能是感情的，有可能是工作方面，有可能是合约合作方面的，都是有可能的。但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其实我们都能看到的是说，你在这么多的机会面前。你要如何的去筛选，然后你要如何的去思考，你要如何的去判断，这一个也会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主题。那如果说你没有一个很好的判断，或者我觉得说怎么样子去做判断哈，牌面上面给到我的一个讯息是在讲，你要确定你自己的价值。比方说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啊，目前我所看到的一个关键词就是合作，与他人合作，与自己合作，共同成长，然后共同收获。如果说在一段关系里面的开始，或者是说在关系里面开始谈到合约的时候，是你退让要比较多，或者就是从你的心中觉得这不是一个平衡的，这不一定是要平等哈，但是它需要是平衡。这个如果不是一个平衡的状态的话，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好，对于你来讲，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机遇，它可能就不是一个好的机会。那你有可能通过这个合约就会回到之前的状态，你的退步就是你的退让，然后你的妥协。在一个新的机遇面前，如果说这一个机遇你能看到是一个相对于比较平衡的，然后大家共同经营的，然后大家共同做决定的，然后大家共同播下种子的，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这一个关系吧，又或者是说这一个合约，就是可以考虑看看的。这个就是可以共同成长的，所以要怎么样子去做这个决定，然后要怎么样子去知道这一个决定和选择是服务于你的，我会觉得这个是你重生之后要去面对的功课，因为你会遇到很多的机遇，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要如何的去找到服务于自己的，其实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要怎么样子不再跳回之前的那一个圈圈里面，也会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所以接下来的话，要多多的利用和自己对话，然后多多的去跟自己的高我产生连接，然后多多的从不同的角度来判断这件事情，将会是十分重要的。接下来你看这一张，这一张啊，就是在讲说啊，你接下来会迎来一个新的旅程。
接下来会是一个新的旅途，会是一个全新的旅程，然后一个全新的旅途。这一个部分会让我看到的是，有点像是之前的你的那个阶段的结束，因为我们这次看的就是一个重生嘛，对不对？那所以接下来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甚至你有可能去到一个鸟语花香的地方。我会把它看成是因为你的内心打开了，内心有所成长，所以你会让自己去进入到不同的世界里面。我个人真的是会觉得内心的整个世界是十分重要的，哪怕是你在一个同样的环境里面，如果你的心态改变了，你心中的想法改变了，特别是说你内心的精神力改变的话，你看到的世界都会不一样。哪怕是就是你的环境还是一样的，但是你对这一个事件的解读，对你周边的环境的解读也会变得是不一样的。你的内心是丰盛的，你看到的自然也会是丰盛的。那所以这张牌卡会告诉我们的是，接下来你会进入到奇幻的旅程，各种各样的旅程。有一些事情你会开始发现，这种感觉会你进到一个新世界，然后你抬头看你身边的世界的这种绚丽的颜色，然后鸟语花香，然后所带来的这种冲击感，所带来的这种幸福感，我相信可能是你之前没有体验过的这一种来自于内心的喜悦，然后来自于内心的放松，来自于找到自己，然后肯定自己的一个价值，又同时找到志同道合的人，感受在爱的这一个空间里面，这种感觉会是很棒的，会是很美好的，而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很应该要怎么样子形容？我觉得都找不到词来形容，就有点像是 miracle， 就是有点像是奇迹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们刚刚说的是什么？你看，我们刚刚说的就是 miracles， 对不对？好，接下来就会是有各种各样的奇迹来到你的身边。那这一个代表的是什么？哈，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新的机遇、新的机会，然后新的体验。然后它会不断的带给你，我觉得可能会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方面来讲的话，似乎也会带给你一些冲击感，因为是你不曾体验过的，或者是一下子来的太多，让你有一点措手不及的。所以这一张牌卡的出现才显得格外的重要。它要小心，就是它会告诉你要小心，然后不要轻举妄动，好，不要那么快速的做决定，一定要看好，不然的话呢，有可能因为做错了一个决定，然后事后又要进行弥补，有可能会出现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这一个是来自于你的判断，好，来自于你的决定，但是整个大的环境，或者是说你周边的一些围绕着你的人事物，都会是美好的，都会是充满奇迹的，都会是充满彩虹的，都会是鸟语花香的，就是这个牌面上面所显示的。然后你也的确会遇到一些志同道合的人，但我们这边要讲的一件事情是哈，你会遇到志同道合的人，然后跟他们一起相处，跟他们一起玩乐，跟他们一起享受人生。但是合作，我这边所说的合作是要签合约的合作，法律条款的合作，包括说感情方面的，也是法律方面的合作，要签合约的合作哈。那这个时候，只要是跟这种合作是有相关性的，你就要考虑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平衡的。然后我们两个人之间是不是互利的？我们是不是在共同的去播下种子，共同的浇灌这个大树，滋养这个大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好，然后当你把这一点弄清楚、想明白之后，再回来说这个合约我们要不要签？因为这张牌卡它其实会告诉我们的是，可能在当下这个相处的环境真的让你觉得太有爱了，真的让你觉得内心就是从内到外的感觉到温暖，然后从内到外的感觉到幸福，所以在当下可能真的是脑子一充血哈，可能就签下去了有些合约或者是合作的，不是说对方要骗你，而是说当你事后再看回来的时候，可能会觉得跟你想象的有点不太一样，可能会产生一个落差的感觉。所以无论在做任何决定之前，一定要小心，一定要谨慎。除此之外，
你需要去做的就是好好的来享受你的人生，好好的来享受你的重生。好，那我们这边最后你看这一张，这一张会想要告诉你的是你不需要担心，你是被保护的，你是被守护的，然后你是被指引的。这张牌卡的出现，我觉得又是对应到这边是什么样的意思呢？也就是说，当你在去做一个决定之前，请可以先自己沟通，然后跟你的高我产生连接。那你自己与自己的对话，你会从中有所体验，然后你会从中有所感知，然后又通过你跟高我之间的连接那么你又会知道说你到底要做出什么样的决定。所以无论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你都是被祝福的，你都是被指引的，然后你都是被照顾着的。但是你需要先去启动这个程序，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你要先往回退一步来看一看说，诶，是这样子的吗？会不会太好？这个事情都看起来会不会是假的？就类似有点像是这样的一个感觉。当你产生疑问，当你的内心有一点，哪怕是一点点觉得好像有点不太对劲的地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就应该暂停，先考虑看看，先观察看看，先收集资料看看，然后再看要做什么样的决定，然后再看要怎么样子来处理这件事情。好，只要是有一点点的不对劲，那这一个不对劲就足以引起你的警惕，这一点很重要。那除了这一点之外，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好好的享受吧。OK， 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一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呢。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二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二组的你你将会迎来什么样的重生呢？好，首先呢，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那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它主要的意思是在讲说，你会通过爱，通过滋养的这一个方式来获得重生。我觉得这张牌卡它是一个很明确的牌卡，也就是说，你会通过扮演母亲这样子的一个角色来重新获得重生。那我们这边必须要讲并不是在讲说你一定就是女性，然后扮演着母亲的角色。无论说你本身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的角色它会有一个改变，它角色上面会有一个更改，你会去滋养别人，然后你会去爱别人，你会去照顾别人，通过对别人的爱，通过对他人的照顾，从而产生对自己的爱，对自己的照顾，有一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另外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呢，我会有一个十分强烈的一个直觉性告诉我，你有可能即将要变成母亲的角色。那如果说你是希望有小孩出生的话，又或者是说你要去照顾一个动物，或者是说照顾宠物这一种的话，它都是一个照顾者的角色。我觉得这一张牌卡它是一个十分大爱的牌卡。这一种爱，我们必须要讲的是，不单单只是在讲说你对他人的爱，你对他人的照顾。我觉得它更加像是你通过对于他人的照顾，把这一份关心反馈到你身上。你通过去爱别人，去滋养别人，从而把这一份爱带回到你自己本身。我希望这个部分我有把它解释清楚我可以想象到的情境是像比方说你可能家里有猫像我这样子，那你在照顾猫的同时，把它当成小孩一样来滋养，那这样子的一个能量会回到我自己本身，也会让我觉得说有我的猫猫在身边会是一个很温暖的状态，类似于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所以它会是一个把爱给出去，然后把爱再转到自己身上的一个过程。那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我也会觉得你们是一个还蛮无私的人。你们
可能在很多的状态下面，为什么我们前面会提到的是把爱给予别人，然后再转回到自己身上呢？因为我可以感觉到你们会是一个照顾别人多于照顾自己的人，而如果我们只是一味的照顾别人，而这一份爱没有办法回馈到自己本身的话，这一种叫做内耗，这一种叫做消耗。但如果我们把爱是散发在别人的身上，然后同时间转回到自己身上的话，我觉得这一个才是一个正向性的循环，才是一个滋养的循环。我觉得这一点会是十分的重要的，而且我也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现在就是你们的一个转换点。就是由之前你们一味的付出，一味的去照顾别人，可能自己的内心也会是可能会有辛苦的地方，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会有一些消耗、内耗的地方。但你慢慢的开始觉得说，我其实应该更加爱我自己，我应该更好的照顾我自己。因为我觉得那个逻辑就是你要照顾好你自己，你要是身心灵都是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才可以把你的爱散播出去。然后你才可以把你的爱散发出去，不然的话，你自己在一个困难的情境里面，你很难把爱散播出去之余，你只会让自己更加辛苦，而散播出去爱的这件事情就很难持续下去。好，那这一边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接下来我们看到的这一边，你看这一张牌卡，我认为会有2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会认为你身边开始会有更多的人聚集，就是大家会是想要跟你聊天，想要跟你说话的，然后想要从你身上来得到力量的，在你的身上来看到爱的这件事情。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本身是一个母亲的这样的角色或者是你正在转换成母亲这样子的角色，你身上是充满爱的，然后你身上是充满的光芒的，就像这张牌卡所显示的。那所以大家会，当他们遇到困境，或者是说想要解决方法，甚至觉得特别身心灵上面来讲特别虚弱的这种状况的话，他们会想到你，他们会想要来到你的身边，他们会，我觉得就是很简单的想要跟你说说话，然后想要跟你有一个交谈。只要是跟你说话、跟你交谈之后，就是你所散发出来的这种能量，会让大家有一种充电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我第一个看到的。那第二个部分的话，你有看到这张牌卡吗？这张牌卡的画面它就是在讲说这一个人他在说，然后这一群人他们在听。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你很适合把你的这一份爱，你可以把它作为一个教程又或者是说把它变成文字出书，又或者是说放在 social media， 就是一些社交平台上面去把你的想法说出来，你会有想要听的听众，你会有追随你的人，然后你会有遇到认同你的人。我觉得这个是我们牌面上面所看到的。也就是说，你本身是一个充满着大爱的人，你本身的是充满着能量的人，而你的这一个状态就刚好是现在大家所需要的。你的能量是可以去疗愈别人的，然后你的能量是可以让大家充满力量的。我觉得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它也是一个让你自我实现的方式，也是一个让你去从中获得自我价值的一个方式。因为你看到大家好起来，所以你更加的开心，你觉得更加的幸福与快乐。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你找到了属于你的重生。我看到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另外我也会觉得说，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你们其实很适合去做咨询，就是1对1的咨询的这一种可以尝试着了解看看这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要准备的东西。因为我真的会觉得说，会有人真的会想要坐下来跟你聊天，会想要听你说话，想要看看说你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看法。我觉得在
这个过程之中是通过你们的对谈，然后对方会通过你看事情的视角而感觉到被疗愈，然后感觉到可以重新的充满电。我觉得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接下来这一张牌卡的出现会让我看到的是你不需要去向外寻找。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的吗？我们前面所讲到的是你自己本身是一个充满着疗愈气息的人。你不需要去找你的听众，因为这张牌卡它其实很明显的就是在讲说，你就是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我会真的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呢，你们之所以现在具有这样子的能量，又或者是说你们现在可以承担起像母亲这样子的角色，必定是你们经历了很多，感悟了很多，然后有很多的故事在你们的人生中发生，然后慢慢的你们会开始觉得以一个温暖的方式，或者是说以温柔的方式去面对所有的事情，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所以你们不需要去主动的寻找你们身边的听众，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只是需要去做好你自己，你只是需要去讲述你的故事，讲述你的感觉，讲述你的想法，你自然会得到邀请，然后你自然会被别人所听到。所以一个被动的状态或许是比较适合你的，一个温柔的状态也会比较符合你本身的一个性格的特质。这一张我们所抽到的就是在讲说你其实是一个思考型的人。我觉得这一点真的不需要我来告诉你，你应该心里面很清楚。有很多的一些事情你会不断的去往下思考，往深处去思考。我会看到的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脑海中出现的你是一个很安静的人，甚至可能会让人觉得是一个很沉默的人，然后看起来甚至会让人有一种冷漠的感觉，就是光是从外表来看，但是只要跟你有过对话，或者是说跟你有过接触的人，他们就能感觉到你身上的温暖。有的时候就是别人他在跟你的，就是他可能之前没有跟你接触过，但是你是一个很会观察的人，然后你会大致的能感受到别人的焦虑，或者是说情绪上面的不稳定，然后你可能会直接或者是主动的去问别人说你还好吗？你需要帮忙吗？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性格，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的话，可能这一个人他在当下你们是第一次认识，但是他会有一种被疗愈的感觉，他会有一种被治愈的感觉，他会觉得自己是被看到的，然后他觉得自己是接触到温柔还有接触到温暖的。这个是我所看到的一个画面。那结合到我们这边所抽到的牌面，它也会让我看到的是，你可能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思考人吧，思考哲学，或者是说思考很深层次的一些事情，比方说一些精神 spirit 然后再加上有一些事情的本质之类的，你可能真的花了很多的时间在做这件事情。然后你对于很多的事情是有你自己的一套理解，或者是说你自己的那一套想法，而且你的理解和你的想法是一个从你自己本身的角度所出发，我觉得这一点是一个很棒的。所以当你去诉说你的人生经验的时候，很多的是你人生走过的一些经验，包括说你是怎么样子从困难里面重新的振作的，就是你的故事会带给你身边的人很大的勇气，你的故事会让身边的人重新看到希望。我觉得这个就对于你来讲会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自内心觉得这么样的一个有点像是把知识或者是说把讯息传授下去，然后大家
很喜欢你的故事，然后大家觉得你的故事对于他们来讲是很有启发的。就是这所有的一切看起来好像你只是在诉说你的经验而已，但其实你的每一个字哈，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如果你愿意分享你的经历的话，我相信你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想法，你都是有斟酌过的。然后你都是有斟酌过之后，再把它写出来。因为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会希望为大家带来的是幸福。简单来讲，为大家带来的是温柔。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是很重要的。我真的，我知道我讲过很多次，我真的会觉得你所相信的是这一个世界已经足够冰冷了。那所以我们需要一些温暖，然后我们需要一些温柔，而你愿意把这样的温柔分享出去，然后你愿意去温暖别人的心，我真的会看到你是这样子的一个，我甚至会觉得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角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角色，是一个内心要足够强大，把事情看得足够清楚、足够透彻的人。才会做出这样子的，才可能会有这样子的行为，才做得出来这样子的行为。接下来这一章，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对不对？是经历到一个绝望，你在绝望中重新找到了希望。然后我真的会觉得，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看待事情的时候是真的想得很深层次，然后你们是真的会不断的去挖这件事情的本质，而且你们可能会有一种想要追根究底的感觉，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我会看到的是哈，你们开始变得更加的豁达。好，为什么会这么样子来讲呢？因为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们会去深挖，然后你们真的是一个很有哲学思考的一群人哈。你们对于很多的事情，你们会尝试着换着不同的角度来思考，然后尝试着去找不同的物证哈来作为佐证。我觉得这么做的中间会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可能在过往你会有一些执着，你会有一些执念，因为这张牌卡的出现哈，你会有一些坚持，然后慢慢的你会开始发现说这一些坚持它可能并不会为你带来正向性的影响，这一些坚持可能会让你觉得人生为了一件事情不断的执着下去，到了最后只会让自己痛苦，只会让自己钻进牛角尖里面。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要如何自救？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要如何的让自己快乐？好，那然后让自己从中是学习到经验的，是可以吸收到更多美好的。我觉得在这个部分，你真的是经历了很多，又或者是说做了很多很多的人生的功课，所以你的思想，你想事情哈才会这么的深刻，然后你才会知道要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放过自己。在了解事情的本质，或者是说，在一个情境下面要怎么样子去知道这个事情的本质的同时间，也要放过自己。我觉得这一点真的是太重要了。看这一张，我觉得这一张牌卡哈，跟我们前面的这一张牌卡是还蛮对应的。我所看到的整个情境会像我们前面所说，从这边开始哈，你把你的想法散播出去，你不需要主动的去追求说有多少的观看量，或者是说有多少的人是对这个东西感兴趣的。你可能刚开始的时候是单方面的把它分享出去，然后在分享出去的这种状态下面，你会得到邀请，然后你会得到，你会发现很有趣的是，可能一段时间没有人来回应你，但是某一个时间点，突然大家都涌进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哈，所以这边会想要说的是，你不要去放弃，好，不要放弃去分享你的想法，分享你的想法的这一个动作，可能更多的是为了你自己，而不是说真正的去
去找到一些读者。因为如果是为了你自己把你的想法分享出去的话，你其实是可以更加持续的去做这件事情的。那接下来我们这边所看到的就是会有一些人来主动的来 follow 你，好，来追踪你，然后来看你在做什么，你的故事是什么，你会慢慢的吸引到很多的人，然后你会吸引到那一些跟你我觉得是可以跟你产生共鸣的人，然后有类似的思绪，然后对事情有类似的一些想法的人，甚至可能会有一些类似的人生经验的人，好，可能会吸引到这样子的人，然后最终你会通过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做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自己的方式，去得到新的资讯、新的讯息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会有更多的人关注到你，就是这所有的一切是需要有个过程的，然后会有的人向你真正的提出邀请。比方说，可能想要跟你一起合作，又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讲座啊，或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采访，好，那希望你可以来参加，然后希望可以跟你有一个对话的机会。这边是我目前所看到的。你看这一张，会让我有2个想法。第一个感觉会是觉得你接下来的人生会有一种越来越丰盛、越来越甜的感觉，而这种丰盛和甜的感觉是来自于你的内心的，因为你的观念改变了，看事情的整个态度它出现了一个变化，慢慢的你也学会了爱自己，而且你也会发现说你的想法是让更多的人去知道他们是充满力量的。那从这样子的一个角度来看的话，你的内心的能量也会不断的增加，好，你内心的力量也会不断的增加，那你的内心也会变得越来越丰盛，这个是其中的一个方式。然后另外的一个，我觉得这张牌卡会让我所看到的是，你会通过这样子的方式来得到你的另外一半。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去分享你的故事，然后你主动的去把它写出来，然后接着是被动的等待，然后去等到有人是过来读你的故事又好，又或者是说欣赏你的故事又好，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可能会遇到跟你有类似人生经验的人，然后接着大家在谈论这一个话题，或者是说对有一些事情的看法和想法的时候，是会产生灵魂上面的碰撞的，然后是会产生灵魂上面的一个交织的感觉的，因为大家不一定说是一样的人生经历，这个真的是很困难，但是对于很多事情的一些感悟啊，对于很多的事情的一些想法呀，然后大家是会产生一个共识的，然后也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下面，然后互相的珍惜彼此，会对这一个感情的关系去建立一个很重要的基础。我看到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会觉得的是，在这一个过程中，你会接收到你的人群，就是你会开始吸收到你的人群，然后同时间你也会得到一个新的感情，就是所有的一切都是朝着，我觉得最主要的不是说你在这个事情上面得到多少的成就，我觉得你的重生是来自于你内心的爱与满足，内心的幸福感，然后来自于你内心的快乐的感觉，我觉得这个是从内至外的一个重生的状态。接下来那我们继续的来看一些细节。你看这一张就已经是很明确了，对不对？这一张就是在讲说，你就是这个是指引者哈，然后 Guru 有点像是一个长者、智者、智慧的人。然后一个得道的人，一个开悟的人，好，是这张牌卡的意思。那他会想要讲的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状态，或者是说你即将成为的状态。我会看到的是，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心态上面的转变，很重要的一个心态上面的转化。我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现在的状态会跟你过往的状态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会有一种这种感觉是说，
你会开始发现你过往所经历到的，然后过往在你的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在当下你可能会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会发生在你的身上，然后你可能在当下会觉得说，就是这所有的一切会让你没有办法承受。我真的会觉得说，你们在过往所发生到的一些事情是十分的困难的，然后是十分的辛苦的，就是很多事情你可能在当下甚至会觉得你已经没有办法度过了，就是你没办法过这个关口，没有办法过这个坎，可能当下会有个这样的感觉。所以你自己本身就是带着一个重生的状态，你从之前那么困难的一个情境里面，然后你慢慢的看透了，看明白了，然后你看透了，看明白了，接着是一个正向的方向。我所想到的是有的人他可能看透看明白了，但是他会是一个比较泄气的感觉，就会觉得说反正事情就是这个样子嘛，再努力也没有用啊，做来干嘛？有可能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但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认为它不是一个看透了看明白了，而是放弃的一个状态，更加像是，而你是会更加的感觉到说，所有的事情或许都有它本身的理由。但我现在可能没有办法一一参透，但是我知道的是，从这样子的一个事件里面，我学会到了什么，我体验到了什么，我又可以有一些什么是拿出来分享的。我觉得我的人生的经验是十分的宝贵的，我的人生的经验是十分的可贵的。那我会认为我应该要好好的珍惜，哪怕是磨难又好，辛苦又好，它之所以在我身上的发生，或许是为了让我可以去帮助更多的人，或许是让我更加的学会爱自己，爱我身边的人。我觉得你会把这样子的一个在你身上发生的事情变得正向，或者是说让这一些苦难成为你的助力，成为你让你变成一个更好的状态。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所以我才会觉得这是一个开悟的状态，是一个很难得的状态。接下来这一章很棒这一章我觉得就是在讲一件事情，你不去追着钱吵，钱它就会来找你。你就是你所做的这所有的一切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其实就是想要把自己的想法分享出去，然后就是想要把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态度然后对一些事情的一些感悟把它分享出去。这张牌卡的出现让我所看到的是，在你分享的过程，会有很多的人想要过来做你的学生。会有很多的人想要过来跟你请教，然后想要过来问你问题。好，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它自然就会为你带来资金，它自然的就会为你带来金钱。而这所有的一切不是你去追求的，因为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吗？我会认为你们自己本身来讲的话呢，就是一个本身来讲的话，可能就是比较佛性一点的，很多的事情你真的不太会去追求，你会觉得说自然是我的，它自然会来，因为你过往有很多的一些执着，或又有一些执念，然后你会知道说这样的一些事情会让你自己更加的辛苦，会让你自己更加的难过。那所以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不需要有这么多的执着，不需要有这么多的追求，应该要来到我身边的事情，我没有办法躲过，那不是属于我的，我也追求不到。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那所以这张牌卡的出现，就回到我们前面所说的，你没有去主动的追求钱这件事情，也就是说你去分享你的一些想法分享你的观念然后分享你的人生的经验这一系列的，并不是为了金钱，并不是为了要赚钱，而是说你就是在做这件事情而已。但是这个行动这个行为，它反而是帮你带来了很多资金的流动。你还记得我们前面所说的吗？就是你会有一些人主动的来找你，然后主动的想要跟你对谈，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因为你在经营这个，然后有人可能想要来采访你，
有的人可能会想要过来，想要听听你的想法之类的，他反而会为你带来经济上面的一些效应。那所以这边的话，我们能看到的是什么？你的重生是来自于你的内在的人的改变，人的变化，因为你的内在的改变和变化，你的开悟，然后让你成为了他人的导师，然后让你帮助到更多的人，然后让你找到了跟你志同道合的伴侣，然后也会为你带来资金，所以这是一个很棒的重生。但是所有的事情都是由内至外的，从内感觉到幸福，感觉到快乐，你的身边自然就会开始是一个鲜花盛放的感觉。好，那我们再继续。你看这一张。这一张牌卡哈，这个牌面我觉得就已经是很明确的在讲说你的一个心境，你当下的一个心境哈，又或者是你慢慢转向的一个心境，这种感觉会是心如止水，处事不惊。好，你不会因为说事情朝着一个好的方向去进展，然后就欣喜若狂，然后你也不会说当人生进入到低潮的一个阶段，就感觉到天要塌下来了，然后没有办法面对。无论是遇到一个什么样的情境哈，无论说是遇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好又好，然后不好也好，你都会是一个很平静的状态，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就是要去解决的一件事情。那无论是好或者是不好，那么这件事情我们都可以找到解决的方案，我们都可以找到对应的方案。我觉得是这一个牌卡所想要来表达出来的。那另外的一个状态也是在讲说，你的内心是一个独处的状态，就是你不会去强求人跟人之间的连结，你会觉得人生来孤独，来是孤独的来，走也是孤独的走。从这张牌卡我们能看到这一个，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感觉到悲伤，你不会因为这样子而感觉到难过，你也不会说因为孤独的这件事情有太多的情绪起伏，你会觉得这个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状态。我希望这个部分我有把它解释清楚。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他们会想要听你的故事，但是他们就算是不愿意听你的故事也没有关系，因为你是给自己一个交代，分享你想要分享的而已。那像我们后面这边所说到的，你会遇到一个跟你志同道合的人，跟你有灵魂上面碰撞的人，如果这个人留下，那大家很棒，就相处看看。那如果到了最后不行，这个事情也让它顺其自然，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我觉得这个真的是一个需要境界的事情，不是那么容易的。说起来好像是很简单，我会觉得你的这个状态是不断的在升华的状态，因为你经历的更多，你感悟的更多，然后你的心也会变得越来越丰厚。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接下来的这一张会真的让我有一种超级超级明显的感觉，就是在讲说你现在是喜悦的，你目前的状态是一个超级棒的状态，是一个十分美好的状态，是一个喜悦的状态，是一个幸福的状态。而且这种喜悦和幸福是不通过任何外在条件的，没有说因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你有多少的成就，然后你赚了多少钱而为你带来的喜悦，我觉得不是这样子的，它就是发自于你内心的丰盛的感觉、满足的感觉、幸福快乐的感觉，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感觉，然后让你重新的，我觉得有点像是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你看到了新的人事物，你可以看到别人所看不到的，因为你的内心是开放的，你的内心是喜悦的，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所以你会对很多的事情的感悟还有认知就会不一样。而这一个会是就结合到这一边这个会是你目前正在转变的一个过程，又或者是说你
目前来讲的话，可能已经是进入到这一个快乐的世界，又或者是说这种内心喜悦的状态。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过程，是一个你看到了自己，了解自己，发掘自己，在做自己的过程之中，从而得到了一些附加的收获，或者是说其他的收获。比方说你在讲述着自己的故事，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因为你讲述自己的故事，所得到了名誉、声望，然后得到了伴侣，得到了金钱。但是对于你来讲，你只是想要把自己的故事说出去，只是想要把自己的经历分享出去而已。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接下来你看这一张牌卡，你可以是一个做梦的人，好，你可以是一个想象的人，你可以把你的梦想，把你想要做的事情让它实现，然后让它开始，让它开展，不要去限制自己的想法，不要去限制自己的就是未来。好，这边是我所看到的，因为你是一个完全开放性的状态，至少目前我们看到的是这样子的，所以你可以去追寻你想要生活变成一个什么样的形态。我们换句话来讲，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啊，最直白的语言就是你苦日子过完了，你前面的那一个失望的、绝望的，无论是对人又好，对人事物啊，还是说对你所在的环境啊，还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你的那一个最痛苦的阶段已经是结束了。你看清了很多事情，看淡了很多事情，然后开始知道什么事情对于你来讲是最重要的，最想要做的是什么。然后你可能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可能会希望自己的故事让更多的人知道，然后你也会，这个可能是你的梦想，可能是你的理想，也有可能是你的愿望。但是你会真正的开始做这件事情，因为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是重要的。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可能它就会帮助你把你的梦想实现。所以这个感觉就会像是，当你的梦想实现，因为你让更多的人听到了你的故事，你让更多的人找到了他们本身的力量，那这个是你的梦想。因为你的梦想实现了之后，你找到了跟你志同道合的伴侣，然后为你带来了名声上面的收获，然后为你带来了资金上面的收入。好，这个是我所看到的。所以你有感觉吗？所有的任何的事情，我真的是会觉得从心出发，从内心出发，从自己内心的本质出发，只要是从心出发，你就会达到自己想要的高度，你就会到达自己想要的未来，你也会看到自己想要的生活。可能大家都会觉得说，哇，这样子的事情好像有点像是痴人说梦哈，但是你就是那一个能实现梦想的梦想家。OK，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二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选择到第三组的朋友，那选择到第三组的你呀，你将会迎来什么样的重生呢？好，那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你所选择到的这一张牌卡，我必须要讲，你所有的人生中的步骤都来自于你的决定，都来自于你的确定。好，是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这边有看到的是，可能在最近的这一个状态下面，你想要做出改变，然后你想要事情变得不一样，你想要所有的事情是有变化的。但我必须要讲的是我看到了一个很有趣的点，我会认为你们在每隔一段时间，你们就会想要推翻前面的，重新开始。有可能是说每隔了一段时间之后，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到的是你们会想要换一次电话号码，然后会想要之前的那一些朋友全部换一批，或者是说之前的生活状态全新的换掉。那另外的一个
我所看到的也有点像是你可能隔段时间你就会有想要搬家的冲动，你就会想要去到另外一个地方重新开始，然后你隔一段时间之后，你就会把你过往的一些习惯全部都换掉，然后你可能喜欢做的一些事情，然后包括说你可能喜欢吃的一些食物啊之类的，你会想把它全部的换掉，然后去尝试新的，然后去让自己好像有个更新的感觉，这个是我所看到的。这一张牌卡的出现让我会觉得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目前的这个状态，应该来讲不单单只是在目前的这个状态，整体上面来讲的话，你是有很强的主控权的，你是会知道的，在什么时候进入到下一个阶段，什么样的时候就是适合开始做一些新的尝试，或者是对于事情产生一些新的看法，什么时候要把过去的过往要丢掉。我觉得关于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你们会是很清晰的，甚至我有开始会觉得你们对于感情就是你们对于生活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么你们对于感情可能也会是这样的状态，除非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你的伴侣，就是你身边的人，他们跟你会是同一个步调的，就是他跟你的节奏是一样的。如果说对方他隔一段时间他也会自我更新一次，又或者是说他隔一段时间自己也会有一些新的想法想要去尝试，那么你们两个人的成长的频率就会是一致的，你们就可以继续下去。那如果说你自己本身隔段时间你想要更新一次你想要去做一些不一样的尝试，但是对方如果是一个很守旧的人，然后甚至拒绝改变的人，然后很墨守成规的人，你们可能就没有办法，你们就会觉得说一直在这个环境里面是没有办法得到成长的。如果所有所接触的事情都是一模一样的话，你不会有新的体验，你不会有新的感知与感觉，那么你会被这样子的一个环境所困住，最终你会困住自己。我觉得这个更加像是你的一些想法，或者是说你对于一些的事情的态度。那讲到重生的这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件事情也是在你们的掌控力的。目前我有看到的是因为这张牌卡出现，然后你又抽到这张牌卡，我觉得你会认为在近期很需要，或者是说在近期应该来一次大的整理，应该来一次自我认知，然后应该来一次重新的理解自己，然后让有些事情翻新一下，这一些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的。你可能已经在看说哪一些人事物是需要丢掉的，然后你想要去做的新的尝试，也就是说你的这个重生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完成的，主动发生的。好，那这一边呢，就是你所选择到的牌卡。接下来让我们看一下其他具体的事件。你看，我们一抽就抽到了这一张。Death 死神是一件事情的结尾，那它也代表的是一个事情的开始。我有看到的是，就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你会觉得你现在的环境又好，有可能是你的感情状态，又或者是说你日常的一些决定又好，你觉得应该要做出改变，应该要做出变化。我会认为的是，你们的人生会有一个很大的转变。会变得完全的不一样，比方说有可能是你工作了很长时间的公司，然后工作了很长时间的一个工作，然后你突然会觉得说，可能也不是突然就是在你的脑海中是有想过有规划过，你会觉得说我不想每一天睡醒了之后就来这边工作，然后到晚上回家睡觉，我不想要过这样子的人生。我之前会觉得这一份工作我可以学到很多，然后我可以有很多的不一样的体验，但是我现在就会觉得已经变成了束缚我的一份工作，又或者是说束缚我的一个事情了。那所以你会觉得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我想要去尝试不一样的，我前面已经累积起来的这些经验很宝贵很好，我会收藏起来，但是有些事情我应该要放下，应该要舍弃的，我觉得现在也会是一个很好的时机点。那我觉得我应该要重启人生的跑道，重启我的人生。那你的这个决定我必须要讲
没有人知道说你的这个决定过了5年、10年之后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没有人知道说这一个决定是好还是不好。但是呢，你会知道的是，现在是转换，现在是一个新的开启，哪怕是说这个新的开启不一定是带来一个完全丰盛啊，或者是说很成功的一个结果，但是这一个开启会是你想要尝试看看的。如果不尝试看看的话，你永远不会知道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更加像是你目前的状态，也就是你像一个事情的结束，一个事情的终结，代表着另外的一个事情的开启。所以你是可以做决定说，你要什么时候离开你过往的生活，你要在什么样的状态下面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所显示的，包括说，如果是感情的部分的话，你可能也会觉得之前的这段关系里面你没有办法得到成长，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大家在一起，然后并不会为生命增添任何的色彩。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不如各自去找到可以共同成长的人，或许是一个更加好的感情关系之类的，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境。所以你认为什么时候是最好的重生时间点呢？你看这一张牌卡。这一张牌卡哈，首先第一个就是资金、金钱嘛，因为牌面上面已经是显示的很清楚了，然后牌面上面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一个讯息哈。这一个讯息它就是在讲说，当你做出一个改变，做出一个变化的之后，这一张牌卡，因为我们前面有在讲，还没有出现这一张的时候，这边我们在说的是不知道这个事情是好还是坏的，但是我们出现了这一张，我会想要告诉你的是，它会为你带来资金上面的收入，然后它会为你带来资金上面的改变。这一个状态有一点像是，当我们去做了之前的断舍离之后，自然有一些钱会省下来，对不对？这个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然后或者是说，自然的会对于金钱上面的使用会有不同的看法，也是因为对金钱的观念、金钱的这种价值出现了改变之后，然后它会帮你储蓄你的资金，然后储蓄你的钱。那如果说像是工作，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觉得已经没有成长空间了，之前的那一份工作，那么你想要去跳槽又好，又或者是说自己出来单干又好，这样子的一个决定，它会为你带来更多的资金。好，这个是一个比喻，就是结合到我们前面所说的。那如果是感情的部分的话，从之前的感情的关系里面跳脱出来的话，那你可以储蓄更加多的钱，然后你反而是不需要再有大笔的资金的支出，也有可能会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像我们前面所说的重启的人生的跑道，事件的改变，然后让你有人生有一个全新的认知，全新的开始，所以累积到了全新的财富，然后也看到了全新的可能性。好，这个是我们目前所看到的这一张。这一张出现是有趣的哈。首先呢，它是一个婚姻。我们要分2个方面来看哈。第一个方面来看的话，比方说像我们前面还是拿我们前面所举的例子哈，因为你的生活状态改变了，或者是说你的生活环境改变了，如果说你换公司换工作的话，那也代表着说你的工作的环境至少是出现了变化嘛，有可能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然后你遇到了一个新的伴侣。那如果说感情的部分，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那是不是跟之前的这一个人分开了之后，接下来就有机会去进入到婚姻关系呢？这个是第一个。另外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这一张牌卡，婚姻的这张牌卡，它其实也代表的是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我之前一直会讲如果你有看我之前的一些占卜影片的话，我会一直把
婚姻的关系看成是一个合约的关系，一个合作的关系，因为双方是具有法律效应的嘛，大家都要签那张纸，然后这一个关系它才从法律上面是可以生效的嘛，会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会看到的是，当你把你的过往把它排毒了之后，又或者是说做出一些整理之后，当你进入到新的一个合作关系，有可能是工作的合作关系，因为它也是合约嘛，你签了一份新的合约，然后为你带来了财富。那另外的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有可能你离开了之前的感情关系，离开了之前的感情的状态，然后接下来你进入到一个新的感情状态，然后为你带来资金，为你带来金钱，也有可能会像是这一种哈。那无论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我们看到的都是合约、契约，还有合作的关系。因为合作的关系，因为契约的关系，你得到了资金。但是当然有一个十分重要的前提，就是在讲要跟之前所发生的事情要做一个断舍离，重新的开始，重新的规划，重新的启程，然后你会得到重新的收获。接下来的这一张牌卡在这边出现哈，会让我看到的是，有可能你想要重新开始，或者是说你想要有一个重生，这个可能代表的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在讲说你可能会觉得之前的付出是不值得的。首先是你之前的付出没有得到相对应的回报。比方像我们拿工作的这件事来讲，在过往的话呢，你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虽然可能薪水不是到那么多，但是我可以学习经验啊，我可以从中学到一些技能啊，然后这个部分对于我来讲也还蛮有用的，所以我想要尝试看看。但经过了这么长时间之后，然后你慢慢的开始会觉得说你的付出跟你的收获没有到一个对等的位置，甚至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说，人家把你的辛苦的工作拿去当成自己的工作了，那有点像是这样的感觉，就有点，因为这张牌卡无论怎么来讲都是小偷 thief 哈，那也是在讲说，有可能你觉得自己是被，我觉得剥削这个词可能有一点太严重，但是有一点像是自己的成就应该属于你的成就，但是被别人给拿走了哈，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所以你会想要改变这个状态，你不想要再在这个状态里面去委曲求全。那所以这个时间点你决定，重点哈，你主动的决定想要重生，想要重新开始，想要去重新寻找你的价值还有你的轨道。好，这个是我们所看到的。那如果是感情部分来讲的话，我觉得可能也会有相似的状态。那你可能会觉得说你在感情里面的付出跟你的回报是不对等的，你觉得在感情里面你对这个人的关心和他对你的关心是不对等的，然后你也会觉得说在这一段关系里面你会我真的有个很强的直觉哈，你会在这个感情关系里面是走得比较前面的人，然后你要不断的去拉你后面的这个人跟你一起前进。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其实会让你觉得很辛苦，会让你觉得很累，然后久而久之，你就会觉得说，我们两个人其实并不是站在一个平面上面的，然后我们两个人并不是去分享，而是说我在提拔你，我在拉你起来。那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共同的去享受一个状态，或者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去共同的去讨论一件事情。慢慢的，你也会觉得说这段感情让你看不到价值，然后这段感情也没有，就是他没有办法再提取你的兴趣了，有可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状态。所以你会觉得或许分开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也有像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境吧，因为我们上面都是在举例嘛哈，我都会觉得说你们会认为自己在这个时间点应该要开始了，我觉得这一个才是最重要的。你看这一张牌卡，你看这一张牌卡和这一张，我第一个感觉告诉我的是，你们会有爱慕的人，
就是爱慕你们的人，应该这么样子来讲哈，不是你们爱慕别人，是爱慕你们的人。而且我会认为的是啊，这样子的一个爱慕者，我想要把它再扩张一下哈，并不是说完全是来自于感情方面的，并不是来自于说在爱情的这一个部分，你才会有爱慕者。我觉得它是一个更加的像是你的才能其实是有人看到的，然后你的这一种对于事情的判断，对于事情的看法和想法，是有人一直以来都很欣赏的。但是呢，他的这种欣赏可能在过去是一个默默欣赏的状态，因为你毕竟在这个环境里面，无论说你本身已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又好，还是说有一个感情关系又好，因为你本身在这个状态里面，这个人他可能会像你，或许他可能不单单只是一个人，他可能会是你的朋友，你的身边的一群人，然后跟你在讲说，你知道啊，其实你很棒，你为什么要在这一边委屈呢？你的付出跟你的收获完全都不是对等的，然后甚至他们会告诉你说，你应该可以拿到更多的薪水，你有这样子的资历，你有这样子的才能，那你为什么不尝试单干看看？我会看到的是有欣赏你的人，然后他们想要跟你合作，然后他们也会想要看看说你有什么想法，你有什么态度，这样子，这个是一个哈。另外的一个部分来看的话呢，像是感情的部分，感情的部分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哈，会有喜欢你的人，会有爱慕你的人，但是呢，你之前一直在这一个感情关系里面，那所以他们可能只会跟你表达说他们对你的欣赏，然后他们也其实只是单方面的在诉说他们对于你的这种爱慕之情。然后当你从之前的这一个状态里面跳脱出来，然后从之前的这个状态里面走出来之后，然后他们才会正式的在你的面前，更多的来诉说自己的想法，更多的来诉说自己的一个感觉。所以无论是什么样子，我都会觉得是结束了之前的状态之后的一个新的收获。接下来这一章，我认为会从2个方面来解释哈。第一个方面最直接的，我觉得你很适合独立出来，无论说哈是你的工作啊，就是你想要去改变你的工作环境，你独立出来去建立你自己的品牌，或者是说建立你自己的这个公司，好，或者是说自己去做一些事情，我觉得很适合，因为这张牌卡已经在讲说，有点像是一个交易的感觉。你的才能，你可能不一定说要交易商品啊，还是什么的，但是你的才能，它会是你的价值。然后它会是你的保障，然后你可以借由这一个去研发新的生意啊，或者是说去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那另外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呢，我也会觉得的是跟海外可能也是有所关系的，因为我们这边看到的是一个交易的状况哈，那它也会看成是在讲说跟别人交易，那这个部分是不是也很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哈，一个合约的关系，一个合作的关系，所以是你跟对方是有对接的这样子的一个状态。我有一个很明确的感觉，我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的人生会有一个完全的开启，全新的开启，然后是你过往没有体验过的经验。那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就是可能跟海外做生意，好，我牌面上面这边是一个还蛮明确的讯息，和海外的人签合约工作，或者是嫁去海外或者是跟海外的人结婚，然后总而言之，这个首先第一个是海外，然后接着是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合作的关系，然后因为这样子的关系累积到新的财富，然后跟你的过去彻底的说再见。好，这个就是我们牌面上面简单来讲所看到的，这会是一个还蛮让人觉得 excited， 就是有点兴奋的一件事情，但是中间也会需要有很多的准备，然后需要有很多的整理。但其实我觉得选择到这组牌卡的你们啊，你们一直都是在做整理的，
好，然后你们其实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们会一直不断的去更新自己的内在，更新自己的想法，种种的。那所以你们在遇到这个状态的时候，因为你们是想要得到重生的，因为你们想要人生有新的开始，所以你们早就做好了准备，在开启的那一个瞬间，你们已经知道要怎么样子直接的踏入到新的生活了。接下来，让我们继续。你看这一张牌卡，再加上这一张，我都不知道应该说什么了。我觉得你的这个全新的开始啊，是一个幸运的开始，是一个美好的开始，是一个丰盛的开始。我们这边所说的这一种丰盛和美好啊，它会是首先第一个是物质上面来讲的话，会是很足够的，然后它也会为你带来一种很幸运甚至很幸福的这样的感觉。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重点就是所有的事情它会进行得很顺利。我觉得这一个顺利跟你有没有准备好不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的。比方说，当然你自己本身来讲的话，也是一个会不断更新的人，不断的去知道接下来想要去做什么，然后提前做好准备。好，你本身也会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另外的一个部分来讲的话，我会认为的是，只要你想要去做的事情，只要你开始去进入到这一个轨迹，做了这个决定，要它开启的那一个瞬间，接下来的事情就会变得很顺畅，接下来就是很顺利。我所看到的整个情境，我可以想象的是，你本身的这个轨道已经差不多要走到尽头了，然后接着下面是一个接轨的行为。好，进入到下面一个轨道，当你进入到下面一个轨道的时候，这一个就是一个新的开始，它就是一个重生的开始。那我们再回到前面所说的，你本身的这个轨道，它已经要走到尽头了。那如果说你不进入到下一个接轨的轨道的话，你就会被卡住，然后你可能就会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换句话来讲，那其实也代表着说，你是时候要进入到人生的下一个阶段，是时候要重新开启你的人生，是时候要面临到新的挑战，然后是时候要去体验新的生活。我会觉得它也代表着一个这样的意思。那如果说你顺应这一个新的开始，然后你也准备好这个新的开始的话，宇宙会为你提供很多的便利。你会发现你的身边会有很多的绿灯，因为我们前面所提到的可能跟海外的是有关系的。那或许在整个过程之中，你会涉及到一些司法的文件，可能会要去申请啊，一些有可能像是 Visa， 又或者是说其他的一些条款你要去注意因为毕竟是跟海外是有关系的。可能刚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很困难，会不会被拒绝会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细小的问题。当你开始去做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说天哪，也太顺了吧，怎么会那么顺利也会出现像这种状态那你就会觉得说这真的这条路就是应该要去走的。所以它会更加的增加你的信心，然后它会更加的让你去相信你的决定。接下来的这一章，我们前面在说的是什么？一个新的生活，然后一个新的状态，包括说像我们前面所提到的，从一个地方离开，然后进入到新的一个轨道，然后可能从这个国家离开，去到一个新的国家生活，进行新的合约、新的契约。你不需要担心，我觉得你其实也不需要担心，你很快就会适应，你很快的就会融入到这个状态里面，你很快的就会知道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要如何的生存。你本身就是一个适应性很强的人，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你会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更新代表的是什么呢？你会去观察你周边的环境，然后你会观察你周边的一些状况，然后你会慢慢的知道说这样子的一个环境，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需要做出一个什么样的判断。你会不断的去刷新你自己的认知，不断的去
整理你自己的价值观，因为环境在不断的改变，时代也在不断的改变。那如果我们一直在过往的这个思绪里面的话，很难去接受到一些新的事物，而你会很清楚的知道这一点。所以去到了不同的文化，去到了不同的环境，遇到了不同的人，你们都可以从当地的文化，或者是说新的一个生活环境，包括说认识到新的人身上去吸收到新的经验，然后它也会让你变得更加的丰盛。所以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这是一个全新的开始，而且你只要稍作调整，你很快就会适应这种全新的开始，你不会有很大的这种心理上面的落差，又或者是觉得没有办法去接受啊，又觉得说要舍弃很多。我觉得不是的，对于你来讲就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对于你来讲就是一个顺其自然的事情。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过去的人生经历已经结束了，接下来就让我们去到新的世界，去到新的环境，有一个全新的开始。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也是让人觉得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很兴奋的一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很好，真的是超级棒的，就是看到的画面都会让我觉得是喜悦的，是幸福的，然后是雀跃的，然后是很想要去尝试的。哪怕是遇到一些挑战，中间有一些挑战，对于你来讲都不会让你沮丧，都不会让你气馁，反而是会让你觉得说，哎，天哪，我曾经没有遇到过这样子的挑战，第一次很有趣，我要看看怎么样子去跨过这一个挑战，然后让自己变成更加经验丰富的人。我觉得这个就是你所面对所有事情的一个心态。好，那我们再继续这一章。这一章的出现会让我看到的是，你们是内心很干净的人，你们是内心很纯粹的人。我相信这一句话你们可能已经听过不少了，你身边会有很多的人来告诉你。我认为有一个很大的重点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像是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们为什么会不断的去刷新，又或者是说不断的去更新自己呢？是因为你们不想要忘记自己的初衷，不想要忘记自己的本质，不想要忘记自己最真最善的那一面。当这件事情它必须要你来扭曲你的一些想法，必须要你去说一些你不想要去说的话，你并不就是在当下你不一定说会起冲突，但是你很清楚的知道这一个状态已经是不再服务于我的了，我继续留在这边的话，只会让自己更加的痛苦，只会让自己更加的难过。所以我要做的是从这个环境里面脱离出来，我要保持做我自己本身，我才知道自己的骄傲，我才知道自己的能力，我才知道自己是谁。这件事情对于你来讲是十分的重要的，所以我们才会抽到这一张牌卡，它就是在讲说，你是一个很看重本质的人。当之前的这个人生的状态，我觉得这个就是很具体的在讲说，之前的人生的状态，它已经让你看不到你的本质了，或者是说跟你的本质真正想要的、喜欢的、爱的事情是有分歧的话，那你就会觉得不如不要。因为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你都可以生存下来；无论在一个什么样的处境里面，你都可以找到自己的位置。所以你根本不需要因为一些外在的条件又好，又有一些过往已经成习惯的一些事情又好，把自己约束住。我觉得把自己框起来、约束起来，可能是你更加难以接受的，因为你想要用自己的本质活出你自己的人生。这一章啊，我觉得就是我们在讲的前面所说的一个状态就是从一个地方走开，然后从一个地方逃离，从一个门走出来，然后进入到一个新的空间，一个新的环境，是不是就像这一张牌卡所告诉我们的，你从之前的这一个状态走出来，
然后从之前的这个状态，我觉得甚至会有一点挣脱出来的感觉。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吗？你可能也是思考了很长时间。我真的会觉得选择到这一组牌卡的你们呢，你们不会是冲动的人。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点哈，你们身边的人，他们如果不知道你的一些想法，不知道你的心路历程的话，他们可能会觉得你很突然。你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说要辞职哈？为什么突然一下子说要分手？为什么突然一下子就做出这样子的一些决定？他们可能会觉得很突然，但是对于你来讲的是，你会到了一个时间点，很奇妙的，它或许是一个直觉的声音，或许就是这张牌卡所说的你内心的一个答案，又或者是说你内心已经觉醒的这一个部分告诉你。不对啊，这个状况不对，这个人不对，这个环境不对，快跑！好，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你在当下，然后你会在想说，为什么我会出现这样子的想法？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感觉？到底是哪里让我觉得不舒服？哈，到底是哪里让我觉得说这个环境不再服务于我？然后你会从中看到更多的蛛丝马迹，然后你会更加的明白说，为什么你的高我会为你传达这样的讯息？为什么你会出现这样子的直觉？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下面，你一旦从这个门踏出去，也就是说，你一旦跟之前说再见之后，那你就真的是头也不回，然后就开始去到你的新的生活，然后去到一个新的方向。因为对于你来讲，你已经觉得这样的人事物、这样子的环境，它不再服务于你了，那你为什么还要在里面不断的做尝试，还要不断的停留，不断的回头？没有意义，没有意义，已经过去了，就过去吧。新的开始更加的吸引你，新的生活、新的挑战会让你更加的觉得人生是充满希望的，更加的符合你内心的真实的想法与本质。最后这一边，这一张牌卡让我看到的是你们是冒险者，你们有很强的勇气。我觉得你们的这个勇气是那一种，特别是有些事情你可能已经做了很长时间了。我这边的感觉会有点像是，比方说我们这边只是一个比喻可能之前的这个工作你做了已经10几20年了，之前的这个感情可能已经10几20年了，就是之前的这一系列所有的一切已经是在别人看起来就十分的尘埃落定了，就觉得说这个就是接下来就是一辈子的了，你就不要就这种感觉不要。无论说之前的生活是多么的习惯，之前的生活是多么的安逸，有可能在之前的状态里面，你想要这样子的安逸的状态，然后你想要这样子的一个生活的状态，但是也是同样的一瞬间，你会觉得你不想要在这样子的状态，然后你不想要再过这样子的生活，那你真的会就是义无反顾的把东西全部都丢下，你会做到净身出户。这样子的一个概念你会做到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你不会害怕，你也不会退缩，因为你会觉得不需要的生活，不想要的生活，为什么还要留恋？然后为什么还要妥协？没有意义。你希望你的人生是有意义的，或许这个就是你的本质，或许这个就是你的最最纯粹的内心，因为你会希望说，就是我这种感觉会是，你不一定想要得到什么样的成就，或者是说你不一定会觉得说人一定要赚多少钱，但是人一定不能泯灭着自己的良心，或者是说没有办法把自己内心真正想要去的生活状态给掩盖下来。我觉得有点像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这是你想要做的事情，那你无论如何都想要尝试看看，人生只有一次，为什么要因为别人、因为环境而妥协？这个就是你想要去实现的人生的目标，可能到了最后你不一定会实现，或者是说到了最后你不一定会得到预期中想要的结果，但是无论如何你都是想要做做看，而且你会义无反顾的去做，所以这一点或许不了解的人真的会觉得说，天哪，你疯了，之前这么稳定的生活你为什么要改变？但是懂你的人就会觉得说，哇，你真的很勇敢，你真的很棒，
你真的是活出自我，真的是十分的难得。我所看到的你就是一个这样子的状态，为自己而活的状态，让自己永远都保持在最好的状态的你。OK，好，那这一边呢，就是给选择到第三组朋友的塔罗占卜结果。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塔罗占卜的话，请记得订阅、点赞，还有分享给你的朋友们哦。